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新剧杀疯了，逍遥首播封神，央视这波赢麻了。逍遥首播即封神，谭松韵突破演技巅峰，央视这一波赢麻了。2025年的夏天还未真正热起来，观众的追剧热情却早已在一部名为《逍遥》的新剧中沸腾至顶点。央视8套昨晚重磅推出的这部剧，仅首播1集便成功登顶收视榜，口碑与热度双双飙升。而让这场收视狂潮真正燃爆的，正是主演谭松韵与侯明昊的极致演绎，加上赵丽颖惊鸿一瞥般的神秘现身，为整部剧平添无数悬念与期待。这一次，谭松韵不再是那个甜美可人、温婉柔和的国民初恋，她以白天树铜板，晚上耍匕首的双面人设彻底颠覆了观众对她的既定印象。她饰演的角色灵动又狠辣，是警气十足却藏着致命杀机，那种为了半个烧饼讨价还价，下一秒刀已架在人脖子上的反差感极具看点。一场血色婚礼开启惊魂序章，剧集一开场便以一场诡异又美得发寒的百年婚礼将观众牢牢定在屏幕前。雪花落在血迹斑斑的婚服上，一层薄冰悄然覆盖伤口，视觉张力极强。侯明昊饰演的男主红叶，在发现未婚妻背叛时的冷静克制，眼睫都不曾颤动半分。这种张弛有度的表演让弹幕区刷满了救命，演技太狠了，我爱惨了。更令人震撼的是谭松韵爬悬崖那场戏，据说剧组为此搭建了5层楼高的实景，她亲自完成跳崖动作，落地膝盖青肿，却依旧没有喊卡，敬业程度令人动容。那一幕中，她眼中透出的绝望和倔强，成为观众心中难以磨灭的高光瞬间。赵丽颖神秘客串，短短30秒掀起全民猜想风暴。赵丽颖仅以30秒的镜头客串亮相，却意外成为全网热议焦点。她身穿深紫色披风，袖口绣有蛇形图腾，这一细节被眼尖网友扒出是巫咸国灭族的标志性符号。于是，关于她身份的猜测迅速分化成2大阵营，一派坚信她是终极大反派，另一派则猜测她是谭松韵失散多年的亲姐姐。更有趣的是，在预告片中，谭松韵额头浮现灵族印记，而她父亲闪躲的眼神，仿佛藏着无数隐秘的真相。这层层反转、节奏紧凑的剧情设定，让不少观众感叹，比剥洋葱还刺激。5毛特效，不存在的。逍遥的视觉呈现也堪称一绝，那些会发光的蘑菇、自动编织的树藤、飞舞的萤火虫，不仅不是廉价的5毛特效，反而质感十足，想象力爆棚。尤其是红叶操控萤火虫作战的那场戏，点点光般追逐敌人的画面既梦幻又惊艳，令人屏息凝神。更难得的是，剧组在道具细节上也花足了心思，观众甚至能清晰听到谭松韵找零钱时铜板碰撞的声音，那种真实感让人仿佛置身于菜市场的热闹场景，亲切又写实。解谜加剧情双线推进，观众边追剧边破案。逍遥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导演组设计的解密游戏式叙事结构，每一集都隐藏着9头蛇的标记，引发全网集体找彩蛋热潮。有网友发现，第3集中茶馆帘子上的花纹，竟与赵丽颖服装上的暗纹如出一辙。又有极其细心的观众观察到侯明昊受伤后的结痂形状，竟然排列成灵族古文。弹幕区一度沦为显微镜现场，观众讨论热情空前高涨。反转再反转，谭松韵演技迎来大爆发。从前代少女到断崖刺客，谭松韵在《逍遥》中的表演堪称她从艺以来最具张力的一次突破。她用极致的肢体语言和眼神变化，塑造出一个极富矛盾感却又令人心疼的复杂角色。
尤其是那一幕，她在边吐血边咧嘴微笑的镜头一出，瞬间登上热搜第一。她指甲掐进掌心的特写镜头，咬牙坚持不倒下的倔强神情，都让人不得不赞叹她的演技层次之丰富。而侯明昊饰演的红叶也并非传统男主那般工具人，他身上那种美强惨的氛围拿捏得恰到好处。每次他眼神里的悲伤闪过，檀木区便自动飘满妈妈心疼，别哭我来了等温柔刷屏。高能剧情持续加码，观众欲罢不能。随着剧情推进，灵族灭族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预告中，红叶父亲擦拭染血长剑的镜头，与第一集的婚宴刺杀形成闭环，一场暗流涌动的复仇大戏正在悄然酝酿。网友猜测，谭松韵变身刺客时代的耳坠，其材质与巫贤国圣物高度相似，这背后是否隐藏着另一个更大的身份？一时间，阴谋论甚嚣尘上，有人甚至画出了角色关系图谱，试图从蛛丝马迹中拼出真相。场景与象征，连莲花池塘都藏玄机。剧中的发光池塘美轮美奂，然而导演早已暗中埋下玄机，每一朵莲花的开合，竟然都对应着某一剧情节点的转折。越往后看，越能感受到这部剧的深度与设计之精妙。观众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赵丽颖下次出现会不会带着蛇裙？谭松韵的双重身份何时揭晓？红叶得知真相后是选择复仇还是放下？那个他一直贴身携带的特别铜钱，到底藏着怎样的过往？逍遥封神之路已起，谭松韵新阶段全面开启。不难看出，逍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爆款剧，它更像是一场视听与情绪的双重盛宴。它打破了国产剧高开低走的魔咒，也重新定义了女主成长线的深度。谭松韵凭借这部作品成功摆脱甜妹人设，用一系列血肉丰满的表演，证明了自己作为演员的广度与厚度。而赵丽颖的客串也进一步抬高了全剧的格局与神秘感。可以预见，随着更多剧情铺开，逍遥将继续以高能不断吸粉，以细节打造口碑，以情感触动人心。最终封神的不仅是这部剧本身，更是谭松韵的演艺生涯新高峰。结语：如今的逍遥已不再是央八新剧4个字可以概括的作品，它是一部极具开创性的古装剧，是谭松韵演技蜕变的证明，也是国产剧工业化道路上的一次精彩试验。接下来，剧情如何反转？真相何时揭晓？谭松韵、侯明昊与赵丽颖三线交织的命运之网，又会如何掀起更大的风暴？所有的答案都藏在一集又一集的逍遥中。2. 谭松韵丝绒旗袍美炸了，红唇盘扣演绎绝美复古风，粉丝直呼心动。近日，演员谭松韵一组全新写真大片曝光，再度引发全网热议。照片中，谭松韵身着黑色丝绒旗袍，以极具东方古典韵味的造型震撼亮相，展现出她少有的复古气质，惊艳了无数粉丝。网友纷纷表示，谭松韵这次简直美到犯规，谁说她只能演甜妹？她的气质拿捏复古风也太绝了。一袭丝绒旗袍，全是古典魅力。在这组照片中，谭松韵身穿一件黑色无袖旗袍式连衣裙，整体材质选用丝绒布料，在光影交错之中，展现出低调却华贵的光泽感。丝绒独有的质感，使整件旗袍自带一种厚重的时代感与高贵氛围，又不会显得过于张扬，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它的清冷气质。领口处采用精致盘扣设计，尤其是点缀于锁骨间的花朵状盘扣，更是成为整套造型的点睛之笔，如同夜空中悄然绽放的一朵墨色花朵，含蓄又优雅，仿佛一秒把人带回旧时光的上海滩，弦歌妙舞，风情万种。红唇点睛，妆发精致再加分。妆容方面，谭松韵大胆尝试了一抹亮眼的红唇，
不同于她过往偏向清新自然的风格，这次的红唇妆容极具张力，如同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在沉静中爆发出浓烈情感。红唇与黑色旗袍的强烈对比，瞬间提升整体氛围感，也更突出了她精致的五官和白皙的肤色。发型方面，谭松韵选择了最为自然的披发造型，长发披肩，几缕发丝轻轻垂落在脸颊两侧，宛若春风拂面，让人忍不住沉醉其中。她没有选择繁复的发髻或盘发，而是保留了自然与柔和的美感，与复古的服饰形成一种时空交错的和谐感。耳饰同样为整个造型加分不少，长款流苏耳饰在灯光下熠熠生辉，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曳，如同老上海街头走来的名媛，优雅中又不失一丝灵动，姿态万千，全是时尚与古典融合。在摄影镜头前，谭松韵一会儿轻倚栏杆，微微侧身，曼妙的身姿宛如东方仕女图中走出的佳人；一会儿单手托腮，眼神温柔含笑，似有千言万语藏于眸光之间。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她对镜头的把控力以及自身气质的成熟与多面。值得一提的是，这套造型在视觉冲击力上并不依靠夸张的配饰或艳俗的色彩，而是在极简的风格里融入细腻的东方美学，达到一种不动声色却令人难忘的效果。谭松韵的可塑性再获认可。回顾谭松韵出道以来的风格，她大多数时候以甜美、清新、少女感形象示人，深受观众喜爱。从《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到以家人之名里的李尖尖，她以温暖动人的角色深入人心。但其实，谭松韵从不局限于某一种风格，而是勇于不断尝试与突破。这次的复古造型再次印证了她在时尚领域的无限可能。从甜妹到冷艳，从清新到妩媚，她在不同造型中自如切换，每一次都能带来惊喜。不仅如此，她对细节的打磨也让人印象深刻。不论是服装选择、饰品搭配，还是神态拿捏，谭松韵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审美品味和专业素养，绝非只是穿上漂亮衣服这么简单。复古风潮再度流行，谭松韵成典范。近年来，复古风格在时尚圈中频频出现，从大袖到街拍、旗袍、民国风、港风等元素成为潮流热点。而此次谭松韵的丝绒旗袍造型，正是将复古风与现代审美完美融合的代表。不同于传统旗袍的拘谨与局限，她所穿的这套无袖旗袍版型修身得体，突出了身形曲线，又不失活动空间，同时巧妙地融合现代简洁元素，使整套造型既保留了东方女性的温婉典雅，又增添了时尚感和现代女性的自信气质。这一点也成为了粉丝们纷纷点赞的原因。这套旗袍不老气，反而优雅的刚刚好。谭松韵太适合走港风或民国风了，下一套想看她穿格纹西装或软了套装。下一套复古造型，你希望她挑战什么？看到如此惊艳的复古大片，网友们也纷纷脑洞大开，下一次她能不能挑战民国名媛风？戴上礼帽，手拎皮质小包，一定很惊艳。谭松韵其实也可以驾驭港风辣妹风，比如复古墨镜、大波浪卷发，超有气场。还有人建议她尝试新中式改良款旗袍，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剪裁结合，打造更有张力的视觉美学。正如粉丝们所言，谭松韵的气质本身就自带一种灵气，既能演出少女的活泼，也能呈现出复古的温柔。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演员的无限潜力，也看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美丽回响。结语：优雅是一种选择。谭松韵这次的复古写真，不仅让人再次领略到东方服饰的魅力，更唤醒了大家对复古美学的全新认识。优雅不一定要华丽繁复，而在于细节之处的用心。惊艳也并非要艳压四座，
而是以气质服人。从他眼神中流露出的温柔坚定，到他举手投足间的自信从容，我们不仅仅看到了一个漂亮的演员，更看到了一个正在不断成长、不断突破的谭松韵。那么，如果下一次由你来为他设计一套复古造型，你会选择哪一种风格？是民国名媛、港风辣妹，还是新中式典雅路线？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灵感，或许下一次的惊艳之作就源自你的一句点子。